过夏令营这种比较长时间的课程，可以更理解孩子对环境的了解，他的学习状态。然后我们也可以给他更多、更深入，无论是对环境的体验也好，技能的学习也好，或者是情谊，甚至是能够实际上去行动做一件事情。这些人呢，就把他们的口罩丢下来。还有台北动物园哦。要超过这个。我们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个团队的游戏，那这个游戏呢，其实大部分是要训练孩子第一个沟通。他们要能够勇敢地跟同学们表达他们自己的想法，练习好好的把话说清楚。事故的话是有些淡水老街上面的这些那个林场，其他地方都有。在我们每天的专业课程里面，其实包含他们的手机摄影，然后以及包含教他们怎么去做企划、影像企划，再给他一个很强的配方，那就是什么？说一则好的故事。我觉得这个营队其中有一个精神是，摄影其实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事，而且尤其是在现在手机非常普遍的情况底下，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可以做影像记录很好的媒介。所以我觉得让他们可以感受到这些事情是很难得的。然后带他们到老街，我们是用闯关的方式，因为我们不想要只是我们说孩子听来认识淡水。就走回刚刚那里。对。那他们也实际走入蛙子尾，让老师在步道解说，然后在生态导览的方式，他们可以去看见蛙子尾生态好的一面，也可以透过相机去记录他们觉得蛙子尾遇到的问题的一面。那最后呢，他们会练习说故事，练习用声音去表达，然后呢，一起团队坐下来想他们这2天的所作所闻怎么样变成一个成果，在最后一天跟游客分享，跟他们的爸爸妈妈分享。这个是希望我们在5天的课程设计里面，他们能够得到的收获。在淡水跟时光飞行。上线可以很厉害的课程。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齐柏林导演不单单只是他的照片而已，而他的照片里面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对于环境的保护这样子的概念。齐柏林导演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希望可以让大家也看到他所看到，透过这整个营队的活动，可以让他们更清楚我是有能力去让别人也看到我所看到的。孩子们可以直接走到老街上，走到古迹旁边，直接走到蛙子尾，直接去站在螃蟹的旁边看螃蟹、看水笔仔。这也跟环境教育的所谓的 in about for， 在环境里学习，为环境学习，然后学习环境相关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就是孩子用这样子的概念，在淡水这边去体验环境，然后呢一起做一些对环境好的事情。最有收获的就是学到很多种摄影的技巧，然后之后就全家也可以一起拍照。就对环境保育，其实我们算是比较有在关注这一块的议题。那所以在他教养的过程中，我们希望他就算是想要学摄影这件事情，也可以跟环境做连接。我觉得那个蓝晒非常特别，就是那个我没有体验过，这支营队就是蛮印象深刻。我觉得我自己讲报告有比之前清楚，然后参加比较多活动之后，就比较可以面对一些不认识的人。这个营队里面已经发生一些效用，让他们去注意到如何跟别人分享，或者是共事，甚至于团队精神的一个呈现，在这里面都发生了。我觉得一个人啊，要会讲自己的故事，会比较不是一个孤单的人。然后你如果能够为别人讲故事，那你就是可以比较贡献社会的人。我会希望说，透过这个营队，让他看到更不同的台湾的环境。